皇上，贵妃娘娘昨晚又发高热了。又发高热？朕又不是太医，她也是自己那么懂医术，怎么就不知道好好保重自己？程村霞去了吗？去过了。去了，你还跟朕说什么？奴才斗胆，觉得皇上还是亲自去看一下为好。你不要以为你跟朕久了就老是擅作主张，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你处处帮他说话。皇上明鉴，奴才没受过任何人的一分一毫。奴才只记得，当初皇上和娘娘出狱时，是怎么个两情相悦、互相着想的。奴才实在不想，皇上因为一时之怒，而做出后悔的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走。哎，贵妃为何反复高热？照理来说，这颈上之病早就应该好了。贵妃是忧思过甚，这才会高热不止。忧思过甚？贵妃是真的病了吗？皇上如果不信微臣的话，可派其他太医前来诊治。臣与贵妃并无交好，所以没必要替她讲话。朕不过随口一问罢了。这忧思之症，是轻症，还是重疾？娘娘这几日已经消瘦了不少，她在瓦剌所受的旧伤还未痊愈，照此以往，只怕是天年不由。这么严重？那你还不快去给她用药？皇上，心病还需心药医呀。恭迎。怎么一天没见，就憔悴成这个样子了？娘娘这些天都没怎么吃过东西。好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是。玉贤，朕知道你还在生朕的气，咱们以后不吵了，好不好？别动，躺着。朕知道你在生朕的气。朕那天是说错话了，可是你也体谅体谅朕吧。最近太后每天跟南宫作对，朕天天疲于应会。你说朕不跟最亲近的人发发脾气，还能跟谁发？你下次要是生气，拍桌子骂朕都可以，只是别再像那天故意逼朕，好不好？皇上。叫朕奇遇。朕每天都在别人面前端着，也只有在你这里，才能随心所欲地发发火。别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再叫朕一声奇遇。这就对了，好好养身子。如果明天你能下床了，朕就许你出去省亲，去看奶奶。真的？真的。只不过你现在是贵妃，不能随便出宫，所以只能悄悄地去，别被人发现了，不然那些言官朕可有的受了。好。谢谢你。
这龟勺地黄汤可真苦，要不是为了早日怀上，谁愿意喝这些？苦尽甘来嘛。娘娘，国公爷说那边你一切放心。真的？嗯。那太后娘娘那边都安排好了吗？嗯。云贤呐，哎，这脖子怎么啦？啊，没什么，不小心。啊，奶奶。嗯，我想要一直陪着您。我想一直待在家。傻孩子，你都做了贵妃了，哪能一直都在家里呢？啊？奶奶。哦，云轩。嗯。上圣皇太后驾到！你们都下去。是。皇上，你干的好事！太后突然造访乾清宫，不知有何教诲？是你放出的谣言，说把朱祁镇软禁在南宫，是哀家干的。有这等消息，朕怎么不知道呢？哼！你少在那装傻！明明是你干的好事，你栽到哀家头上，如今言官一堆一堆的折子，谴责哀家不辞。皇帝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这不就是言官的一些流言罢了。参的是你的表侄，安东卫指挥使陈德安。这又不关您的事，您说您在这大动肝火干什么？话又说回来，当初要不是您和太上皇闹得那么僵，也不至于说流言一出来就人云亦云吧？你竟然敢拿哀家当枪使！姨妈，姨妈，来乾清宫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皇上也是，有什么话坐着说吧。哼，有人翅膀硬了，居然借于东阳的手打哀家的脸，哀家还能坐得住吗？朕可不敢，母后可是错怪朕了。如果母后不高兴，立刻下旨，处罚那个于东阳，朕绝无二话。只是这个于东阳，是防守北京、击退瓦剌人的功臣，只怕是百官不同意，百姓也不同意。哀家一心一意扶你当皇帝，没想到你是一条毒蛇。蛇龙一家，多谢母后谬赞。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诬陷哀家？哀家明儿就去找净慈老尼。如果先皇的两宫皇后都不愿意兄弟相争，要你退位，让太子健身即位，到时候满朝的文武老臣该怎么议论？你皇上，快给母后认错，快点啊！哎呀，皇上跪下，跪呀！姨妈，这件事不是皇上的错，全怪我爹。姨妈，皇上以后也别看在美琳的面子上对她优容了，该怎么处置，美琳绝无二话。
是吗？皇上，快给母后认错，快点儿！哎呀，姨妈，看在美林的份上，您就饶过皇上吧。皇上下次再也不敢了。皇上，母后，朕这次是受奸人挑拨，所以才一时糊涂，望母后宽宏大量，饶过朕这一回吧。哀家何德何能让皇上道歉？姨妈，他再是皇上，也是您的儿子啊。上皇回来，所有人都记得他的好，记不得皇上如何辛辛苦苦地防卫京城。您再一生气，他能不乱吗？要不是念在他姓朱的份上，哀家不会忍到今天。还有你，自从你爹掌了内阁，就越来越不把哀家放在眼里了。姨妈，您别生气了，嗓子都哑了。不然，先让皇上起来，美林这就给您倒茶去。姨妈，喝茶。你说这件事情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母后想怎么处置？撤了汪英大学士之职，至于于东阳，姨妈，姨妈，姨妈，你怎么了？姨妈，母后，姨妈，母后，姨妈，您醒醒啊！这可不好了，太后娘娘旧病复发，突然又中风了。母后，姨妈，姨妈，母后，母后，你醒醒啊！皇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还记得臣妾对您说的话吗？您是臣妾的天，无论是谁对您无礼，我绝不能容他。自从皇上在仁寿宫受辱，臣妾就下定决心，从那以后，臣妾每次去仁寿宫都会带些吃食。起初清淡些，后来就浓重了。太后虽然也会验毒，但是臣妾放的不是毒，而是酒。太后中过风，因此在饮食中绝对不能掺酒。我找了很久，才在金帐汗国中找到一种无色无味，如同白水的烈酒，把它掺在汤羹中，太后根本发现不了。所以这几天，太后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刚才，臣妾在那碗茶中加入了少许的马钱子，虽不致死，但是太后会昏迷，而且全身发紧，症状与中风一样。就算是太医来诊断，也天衣无缝。臣妾做这些事，都是为了皇上。但是，臣妾跟姨妈是亲人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臣妾已无颜世间。还请皇上，看在臣妾一片痴心的份上，饶过家父一条性命吧。皇后不可做傻事。皇上，你就让臣妾死吧。
臣妾不想在你眼中是个心狠手辣的人。朕不会那么想的。朕知道，你都是为了朕。朕刚才也糊涂了，还从来没有谁能像皇后这样全心全意为朕着想。朕这此生不会辜负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皇上，除了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臣妾永生永世都做皇上的皇后，好吗？好。臣妾谢皇上金口玉言。英国公请见。皇上去给太后娘娘请安了，让英国公明儿再来吧。是。皇上，这边的事情要赶快处理，我这就传太医，把太后病重的事情赶快传出去。好，快去吧。哎呀，不好！怎么了？太后之前话里话外对杭妹妹一直不好，我怕以她的性子会引出什么事情来。不会的，朕已经让允贤出去微服省亲了。这样就更危险了，万一她在宫外安排了什么事呢？小马子出宫。是。程大人，母后的中风到底严不严重啊？回皇后娘娘，只怕很长一段时间，太后娘娘都醒不过来了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你醒醒啊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。你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和这些草药待一待。娘娘，你有什么事就叫我吧。云贤，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好吧？太子的痘疹怎么样了？痘疹？太子没长痘疹啊。可皇上说，太子是发了痘疹，南宫才疯了的。不是疯，不过就是因为太后的关系，现在进出不容易了。今天于东阳来探我，小厮和我报信，说你回府了，所以我就想办法和他一起进来了。你这伤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告诉我！早知道让你受那么大的苦，我就不该让你跟他走。不关他的事。怎么会不关他的事呢？我怎么会那么傻呢？活生生的把你留给他，让你吃那么多苦头。早知道，就算会让皇后难过，我也应该把你留下来的。让我看看你的伤。已经快好了。让我看看。
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朕担心你身子不适，特地来接你回宫，你却在这儿跟别的男人偷情。枉费朕还相信你没有和野仙。皇上，你敢打朕？打你怎么了？你把允贤当什么？他在瓦剌吃那么多苦，整天想着你，你还敢怀疑他？我告诉你，允贤是我的女人，是我的女人，你没资格管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没资格管，我把天下都给你了，你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。你还记得当年你跪在我面前，要我把她嫁给你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？你说要爱她、护她，你做到了吗？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啊！朕不是东西，朱祁镇，你不要忘了，朕现在才是皇帝，朕是天子。来人，给朕把他抓起来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是还你的。祁煜，他是你大哥，让开，不关你事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说太子得了痘疹，你还不许别人去觐见他。现在他什么都没了，你还这样对他，你还配当一个皇帝吗？你住嘴！你们个个都说朕不配当皇帝，可朕现在就是皇帝，朕是堂堂正正的皇帝。娘娘，朕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说！说不出来了吧？你不是很狂吗？朕看你还能狂多久？给朕把他押回南宫。从今日起，只得留一人侍奉，所有门户全部关闭，不得朕亲旨，永世不得开启。你有胆，就把我给关死。你以为朕不敢吗？跟朕作对的人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至于允贤呢，朕一会儿就去好好的宠幸宠幸他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清白。给朕把他带下去。走走。小马子，关门！祁煜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！祁煜，干什么你？你不说你是清白的吗？你不说你跟朱祁镇和野仙什么都没有吗？祁煜，祁煜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祁煜。允贤，朕错怪你了。朕相信你是清白的。刚才朕也是气糊涂了。朕本来是急着要去救你的，可是，一到那儿看到太上皇对你那样的举动，你想想，哪个男人想自己的娘子跟别人那样？
好了，不哭了。时辰多疑了，让这些事都过去吧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好好的过日子。朕让你受委屈了，你现在也打了朕了，该平气了吧？别哭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呢？你先放了太上皇再说。够！这是国事，朕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还在这里哭哭啼啼，有完没完了？你是不是后悔把身子给了朕，没给他呀？皇上驾到！疼，轻点，轻点。娘娘，你忍着点。疼。皇后怎么了？免礼。臣妾以为好妹妹平安回宫，你就不会再来。别说了。腿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好得很。坐好，让朕看看。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今儿您走以后，娘娘就一直在忙上圣皇太后的事儿，又是招太医，又是通知几位阁老，累了一天了。太后娘娘得知上圣皇太后中了风，又着急搬去仁寿宫，为着这些事儿，娘娘一天没进膳，刚一进宫，就跌成了这样。给朕药膏。是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痛吗？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皇上对臣妾这么好，臣妾一点也不痛。你也是。这些事情你就让女官帮帮你呗。这种事，臣妾还是自己做着放心。现在想想，朕以前实在是对不住你。小马子，在。把伯尼国进贡的那斗珍珠，全赏给贵妃。另外，杭冈宫中体国，封他为武军营。哦不，封他为刑部侍郎。遵旨。那
南宫那边，皇上有没有新的旨意？一切照旧。最近让御药房多安排点事情给贵妃干，让她越忙越好。这样她就没什么心思去抢南宫的事了。遵旨。太上皇御体有恙，朕忧心兄长，故紧闭南宫。凡有打扰太上皇清养者，斩！谢主隆恩。走，那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别废话，快走！快点！为防宫外刺客，太上皇府一应饮食，以后都从此传递。贵妃娘娘，所礼冠歉，给些诸事，赶走其他宫女，是诚心对付咱们呢？怕什么？比这更惨的经历，我都经历过。只不过委屈你们了。什么？昨晚皇上宠幸她了，还送她那些珍珠。娘娘，您别伤心，皇上昨天晚上最后还是留在了坤宁宫，不是？奴婢派人去查了，皇上只是单单赐了他点东西，并没有去万安宫，也没有叫他去谢恩。可见，皇上对他的情分，正如娘娘您所料，是一点一点的淡了。情分变淡还是不够。本宫还要皇上恨他。去，买通万安宫所有人。如果皇上去万安宫，就关门闭户，说贵妃不想见人。是。皇上，您这样等于是软禁了太上皇。此事一旦传遍天下，民众们一定会不服的。不服就斩。怎么，朕已经受够太后的气了，难不成还要受那些贱民的气？皇上此举有失为君之道。朕不需要你教朕当皇上，朕起码没被瓦剌人捉去吧？太上皇当面辱骂朕，朕把他关起来降降火，怎么了？于东阳，你若不满，大可辞官归去，朕是不会挽留你的。臣不敢。现在上圣皇太后病重不起，朕心甚忧。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，万一太后驾崩了，也不致行事仓促。以后我想慢慢的开始教你们给人看病。娘娘，你想教我们看病，奴婢们当然愿意。可是奴婢记得当年太上皇扩建御药房的事儿，可是闹出了不少风波。这回会不会？
我只不过是想，让你们以后可以给人看病。你们平日发药的时候，总不希望发出去的药治不好人吧？是啊，多一门技艺，将来出宫的时候，总也不会是坏事。至于其他的，你们不必担心。我既不是要扩建御药房，也不是要在御药房里支开药案，明火执仗的收诊金给人治病。就算是外面那些言官，也管不着的。对，你们想想，现在娘娘是贵妃，嘉恩宫中又有什么不对？你们平日里还是管药发药，只不过就是瞧着来领药的人有严重的，怕调错了药，问2声，调药方子，又碍着谁了？是啊，你们若是做得好的话，我自己出钱，每人每月1两月例，前3位还会加倍。前3位1两银子，抵得过御前太监的月例了。谢谢娘娘，娘娘您快教我们医术吧。好，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，我这位师傅可是严得很的。不怕，名师出高徒嘛。再说了，往后要是我们能够学到娘娘1半的本事啊，说不定能混个女官当当。对呀，娘娘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能当女大夫啦？女大夫现在还不行。我想想，你们与其他宫女不同，不如就叫医女吧。你们虽然都有了粗浅的医药知识，但要学好医术，没有数年之功，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大成的。所以依我的想法，小方脉、眼科、口齿科、正骨科、咽喉科、窦枕科，这些可以先不学。我们以宫中最常见的大方脉、伤寒科、妇科、疮疡科下手。宫中又因女子最多，所以有以妇人科为重。这些天，我已经把《黄帝内经》中简单易学的部分摘录了出来，从今天开始，就交给你们。好。寸、关、尺。寸为上焦，关为中焦，尺为下焦。上焦是心肺，中焦是肝胆脾胃，下焦是肾和膀胱。来，我看看你的，看，帮我看一下，就这样吗？是不是这儿啊？对，再偏上一点吧。上焦，摸到了吗？中焦、下焦，看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儿。好。小马子，叫他过来。是。贵妃现在天天都是这样吗？是。娘娘夜里的枕头都湿了好多次了。她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倔了？皇上，我们娘娘是重情之人啊。你们倒都向着她呀。好好服侍她，不许让她太累。遵旨。来，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。哎呀，
记得没什么大事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来，伸舌头给我看一下。别着急，先坐一下。你不是因为吃坏东西才拉肚子的，是因为脾湿胃浊。这样吧，原来的药你就不要拿了，我给你换成藿香正气散。啊，你只是有些伤，不碍事儿。给你开些下火的药就好了。奴婢谢贵妃娘娘救命之恩。起来说话。谢谢贵妃娘娘。奴婢身上淋漓不止，之前可真是怕得要死。后来多亏有人指点我来了这儿，吃了几副药，现在全好了。奴婢听说，凡是没得宫里姑姑允许来这儿领药的宫女，只要是医女们查出有了病的，娘娘可都是从自个儿的脂粉银里拨了药钱。娘娘，您真是奴婢的再生父母。哎，娘娘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可没有那么老，回去好好干活就是了。是，谢谢贵妃娘娘，谢谢贵妃娘娘，谢谢贵妃娘娘。